半人半鱼的生物时常出现在古代和近代人的视野里面，而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人目击到了美人鱼，它们究竟存在于现实当中，还是一直流传在神话里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很意外吧？今天以真人露脸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之前看过我直播的朋友可能已经见过了，没看过直播的也没有关系，这不是都见到了吗？是吧？这次以全新的形式出现，其实是因为一直有小伙伴私信说视频不够看，太短了，建议我出镜讲。所以呢，你们也知道，正正一向是有求必应，毕竟粉丝大过于天嘛。今天呢，是我第一次露脸做节目，算是豁出老脸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心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美人鱼。从遥远的远古时代开始，美人鱼这个传奇的海洋生物就已经被记载在海洋文化中了。它是一个神话般的生物，尽管某些美人鱼被形容为丑陋，但它们通常更漂亮。在腰部上方，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子，而从腰部向下，它们就像是一条带鳍和尾巴的鱼。男性版本通称为人鱼，可能是因为长相没有女性人鱼好看。 所以普遍人们对它的兴趣都不大，而美人鱼的传说流传了几千年，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几乎所有的航海文化都有美人鱼的故事。通常传说中的美人鱼的寿命都很长，还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安徒生童话的小美人鱼吧？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美人鱼与人类坠入爱河。 为了上岸，她用自己的声音换成了人类的双腿，以寻求王子的爱和获得不朽的灵魂的追求。不过，这是迪士尼的版本。 原版本中，结局是年轻的美人鱼在追求王子的时候，而王子选择了另外一个女人。他伤透了心，最终姐妹们给了他一把刀，让他刺杀王子，用他自己的鲜血滴在腿上，就能重回人鱼之身，否则会被溶解成泡沫。但是小美人鱼并没有这么做，最后灵魂变成泡沫飘在了海上。我相信有一部分朋友应该看过这个版本，但这只是童话。其实美人鱼还存在于许多传说当中，甚至还有目击事件。对此，你又了解了多少呢？ 不会只停留在童话故事里吧？那今天正正就来给大家深挖一下关于你一定没有听说过的人鱼的传说与真相。说到美人鱼呢，我相信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它，那就是神秘了。关于美人鱼的故事究竟流传了多久呢？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欧尼斯身上找到过相关记载。欧尼斯呢是1000多年前最早记载的人鱼神灵。最早的美人鱼传说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的叙利亚。 当时的女神阿塔加蒂斯潜入湖中，以鱼的形式出现。由于那里的众神不允许她放弃自己的美丽，只有她的下半身变成了一条鱼，而她的上半身则保持了人类的形态。考古学家在古代寺庙、雕像和硬币上都发现了阿塔加蒂斯的形象。尽管早期的英国人都有美人鱼的民间故事，但没有发现任何插图。最早的英国美人鱼的描述是在达勒姆城堡的一家教堂里发现的。该教堂建于1078年，由萨克逊石匠建造。 这是一个奇怪的雕刻，在2只豹子和手链场景旁边，竟然发现了美人鱼。历史学家认为，在那个时代，美人鱼象征着人性灵魂的诱惑。其实，在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美人鱼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人鱼特征非常接近。在希腊神话中，有一种危险的生物叫做警笛声，它也叫警报器，反正这名字起的是挺草率的，差不多的东西。那这和美人鱼又有什么关系呢？先说说这个警笛声。 她被认为是半鸟半人的女性，后来逐渐变成了鱼尾的女人形象。许多古希腊神话将警笛声等同于美人鱼，他们会用迷人的音乐和歌声引诱附近在岛上和船上的水手。但是，尽管他们具有许多特征，但现在被视为2个不同的实体。希腊著名的民间传说声称，亚历山大大帝的姐姐在公元前295年去世后就变成了美人鱼，并生活在爱琴海中。每当船驶过时，她都会问水手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国王还活着吗？ 如果水手正确回答，宣布他活着，那么姐姐将允许这艘船继续航行。据说任何其他的回答都会激怒他，然后会制造一场风暴，使船只以及水手注定要在海上死亡。关于美人鱼的真实目击，得从1493年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海岸航行的时候便有了第一次发现。他看到了3个形似美人鱼的生物，事实上有点幻灭，因为美人鱼根本不像传说当中的这么漂亮，反而面部有些阳刚之气。 但是后来被认为是海牛。其实海牛等这些大型的水生哺乳动物以其抱幼崽的方式而闻名，就像人类抱着婴儿一样。水手们第一次看到这些陌生的野兽，可能会以为它们实际上是偶然发现了某种类人动物物种。因此，当他们从航海归来的时候，通过在家园散布了对目击者的描述，甚至有人提出长发飘逸的美人鱼的传统形象可能归因于海牛在海藻斑块下方破坏海面。
给陌生的观察者留长发的印象。在1608年的6月15日，亨利·哈德森第二次航行的时候，他的船员报告说，他们在北冰洋的挪威或巴伦支海发现了一条美人鱼。同样，英国的海盗黑胡子的航海日志里面有记录到，自己指挥船员在几次航海中都避开他称为伏魔的水域，因为他们担心碰到美人鱼。这些目击者经常被水手和海盗讲述和分享，他们认为美人鱼会带来厄运，并会诱使他们放弃黄金，并将其拖到海底。而到了现代的2009年8月，有数十人报告看到美人鱼跳出海法湾水域并进行空中跳跃。当地政府为了证明其存在，还拿出了100万美元奖励给第一个拍摄到美人鱼照片的人。当地人和游客纷纷涌向海岸，期待遇见美人鱼。第一个目击美人鱼的人描述到自己和朋友在一起，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女人以奇怪的方式躺在海滩上。起初以为她只是一个享受目光浴的人，但是当他们走近的时候，这个女人立刻跳入水中便消失了。让人震惊的是，她竟然还有一条鱼尾巴。根据其他目击者的描述，都看到了像一条鱼又像年轻的女孩的生物，而且都是在日落的时候出现。她为目击者表演了一段后就消失了。当然，100万美金至今无人认领，但是前来争夺第一名的人络绎不绝，大大提升了旅游经济。而在2012年的2月，津巴布韦的2个水库发生了怪事，据说前去水库工作的工人都会被美人鱼带到水下。如果受害者反抗过激烈，可能就不会活着回去。如果受害者失踪了，没有被挨到，他们会像幽灵一样回来。所以派往水库工地的所有工人都吓跑了，他们发誓不再返回到这个地方。当地的政府试图雇佣白人去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受到美人鱼迷信的影响。但他们也声称看到了可疑的生物。其实这一切很有可能是水库中的水压异常，发生危险的水流，让人产生了幻象。虽然政府人员不相信有美人鱼，但不会干涉他人的传统信仰，包括巫术，但是仍然在水库的大坝上举行了传统仪式，驱除美人鱼，来减轻工人的恐惧。所以讲了这么多关于美人鱼的传说与目击，那遇到美人鱼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艺术作品中，美人鱼有一头美丽的长发，他们经常用镜子和梳子坐在岩石上梳头，有时候还会坐在岩石上唱歌，诱使水手们遇害，所以容易和希腊神话中的半鸟半人的警笛声搞混。在英国的民间传说中，美人鱼也不是什么幸运的象征，反而会认为是带来不幸。四舍五入也算是个乌鸦吧，认为它能够在海上引起风暴，发生灾难。美人鱼还被指控会故意告诉水手们，在他们航行的海上一定会遇难，这导致水手们惊慌失措，最终酿成大错，造成沉船事故。所以在一些传说中，看到美人鱼就是暴风雨来临的信号。在另外一些传说中，美人鱼会故意将人们拖入水中，不管人会不会被溺死，还会将人们带到水下王国。但是有时候美人鱼也可以通过给人类治愈或赋予他们的愿望来带来好运。在某些传说中，他们甚至与人类结婚并生活到了一起。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觉得人鱼传说这么多，正正还讲了这么些个目击事件，那美人鱼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在近几年来，经过研究发现，很有可能像海牛这样的类人海洋生物激发了美人鱼的传说。这些海洋类人动物的尾巴很扁平，像美人鱼一样，还有2个像短臂一样的鳍状肢。当然，它们看上去并不像经典的美人鱼，但是许多目击者的距离很远，而且大部分都浸没在水和浪中，只有它们的身体的一部分可见。识别水中的动物其实本质上就是有误导，因为根据人类的视线，目击者只能看到该生物的一小部分，再加上一些特定的天气环境，比如日落时光线微弱，以及所涉及的距离较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已知生物也很难确定，所以会产生一种误认为是美人鱼的报道。在日本福冈市的一座寺庙里存放着122年被冲上岸的美人鱼的遗骸，它的骨头是因神父的要求保存下来的。神父认为美人鱼神灵是来自传说中的龙神宫殿，已经展示了将近800年的骨头，据说用来浸泡骨头的水可以预防疾病，只剩下很少的骨头了。由于它们尚未经过科学测试，因此其真实性仍然未知。2012年，著名的动物星球专栏《美人鱼科学的假设》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美人鱼的兴趣。它讲述了科学家在海洋中寻找真实的美人鱼证据的故事。这虽然是虚构的，但以伪造的纪录片形式呈现在荧幕上，看上去非常真实，所以许多人看到该节目后以为是真的，以致在电视特别节目之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收到了许多求证信息，他们还正式发表声明否认了美人鱼的存在。一些原本相信美人鱼存在的朋友应该会很难受，但是没有关系，美人鱼是古老的传说，它们到现在仍然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我们身边。
在电影、歌曲、书籍、海洋馆，甚至星巴克的商标都有美人鱼的身影。像我们去海洋馆就能看到美人鱼的表演。其实最早在1947年就有专业的女潜水员在佛罗里达公园里担任美人鱼的表演了。她们穿着织物的鱼尾巴，并在水下有玻璃墙的舞台上表演。该国家公园自称为唯一的活美人鱼之城，每年还有相当多的人去看表演。美人鱼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神话和童话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一部分人可以追求自己的信仰。美人鱼这种生物可以永远活在一些孩子或者相信神话的人们心中，它永远不会消失。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美人鱼是不是有更深入的了解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正正今天第一次出镜，有什么讲的不好的，请多多包涵，我也会更加努力的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视频。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和关注哦。那我是正正，我们下期再见吧。在苏格兰的东北部有一个奥克尼群岛，那里不仅风景秀丽，还有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遗址，是远离喧嚣的理想之地。然而早在16世纪，这片土地可不得安宁，笼罩在一个邪恶的超自然生物之下。只要它一呼吸，陆地上面的人就会遭殃，农作物全部枯萎，家畜也会染烧瘟疫。奥克尼群岛的许多居民都遭到了无法解释的事情。然而曾经有一位岛民亲眼见到了这个恐怖的生物，而且差点没了命。那么它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好久没有给大家讲点神话传说了。提到神话怪兽，大家不由得会想起克拉肯、利维坦之类的生物，但是今天的这个怪物，你大概率是没有见过的。如果要说游荡在北欧的超自然生物当中，哪一个最让人闻风丧胆？那没有一个敢排在海人马纳克拉维前面了。这是一种极度恐怖的生物，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折磨岛上的居民，甚至提到它的名字就足以让人惊慌。19世纪民俗学家沃尔特·特雷尔·丹尼森记录了这种海洋恶魔，它漫游在陆地和海洋中，为了在陆地上搞破坏，它甚至可以不休息。不过光是外貌描述，海人马就有很多个版本。总的来说，它是一种来自大海的生物，它的下半身像一匹大马，在水中的时候腿上会有鳍和襟翼，到了陆地上以后，它看上去就像是马状的恶魔，背上骑了一个男人，但是它却没有正常人类的下半身。除此之外，海人马还有一只红色的眼睛，像火一样在燃烧。而且更加恐怖的是，它没有毛发和皮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黑色的血液在血管中流淌，一块块鲜红色，强壮的肌肉就像让人来到了屠宰场的感觉。而海人马的手臂就像猿猴一样垂到了地上，一旦它张开嘴巴，就会吐出一股又臭又黑的气体。总之，对于奥克尼当地的人来说，这个人和马的邪恶混合体算是海岸线上最可怕的一幕景象了。同时，这种生物的所作所为又相当令人不安，主要是海人马的呼吸可以散发出黑乎乎的臭味，对于陆地上的畜生来说，就像是毒药一样，一旦闻了就会立刻感染上瘟疫。田地里面的庄稼也难以存活，农民们苦不堪言。而且海人马特别讨厌烟味，尤其是燃烧海藻的味道。在1722年，奥克尼岛开始焚烧海藻来获取纯碱，主要是用于中和酸性土壤。不过，焚烧后的灰烬当中还有丰富的甲碱和苏打，这是当时制造玻璃和肥皂需要的物质。所以，这个办法自从18世纪出现，一直到19世纪，使用的频率也就越来越高了。同时，这也惹怒了海人马。他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为了报复，陆地上瘟疫横行，大量牛病死，庄稼受损。海人马还让奥克尼群岛上所有的马都患上了一种名为魔塔生病的致命疾病，也就是马鼻疽，随后蔓延到其他的牲畜以及人类身上。所以海人马似乎总是有借口对陆地上的人类或者动物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也被认为是制造流行病和干旱的罪魁祸首。根据当地老人的说法，海人马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传说当中海底深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可以牵制住这种野兽，如果没有它，人类早就被海人马赶出岛屿了。它的名字叫做海密瑟，它的外文单词 Misa 是 Mother 的奥卡迪亚发音。海密瑟又是一种善良的力量，它能够赋予任意物种的生命，为海洋带来温暖，而且平息了许多奥克尼家庭的风雨。所以在传说当中，海密瑟在夏天的时候就会把海人马困在海底，然而到了冬天，海人马又会卷土重来。不过冬天的奥尼克有充足的雨水，海人马有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无法在淡水里面跋涉，所以逃脱这个可怕的怪物，最关键的就是跑到淡水河流里面。尽管海人马是来自大海的，但是奥克尼人都知道，他时常会在陆地上面自由漫步，也正是这些时候，岛民们会偶遇到他。民俗学家沃尔特就曾经采访到一个自称亲眼看见过海人马，并且成功逃脱了的岛民，他的名字叫做塔马斯。根据塔马斯的描述，有一个晚上他出门的时候，夜已经深了，塔马斯看到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物体在朝着他移动，虽然还没有看清，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地球上
上的生物。塔马斯走在那条路上，一边靠近海边，另外一边临近圣水湖，他也不敢背对着这个生物逃跑，只好祈祷上帝保佑。在平日里面，塔马斯就是个鲁莽的人，这次也不例外。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索性缓慢地向前走，想看清杀死自己的生物是什么。然而很快他就发现，眼前的这个生物不是别的，就是传说当中的海人马。马背上是一个没有腿的男人，手臂几乎触碰到了地面。更可怕的是，巨大的脑袋从肩膀的一边滚到了另外一边，像是要掉下来一样。然而对于塔马斯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海人马没有皮毛，随着怪物的移动，血管的各种伸缩扩张都看得清清楚楚。此时塔马斯全身的毛孔都在冒冷汗，他知道逃跑已经没有用了，马上就要迎来生命的终结。突然他灵光一闪，想到传说中的海人马非常讨厌淡水，如果自己能跳进湖里面，说不定就能得救了。于是塔马斯选择奋力一搏，他选择了离湖泊最近的那一条路，拼命的逃跑。不过这也引起了海人马的注意，他朝着塔马斯的方向赶来，张着的嘴巴就像是个无底洞，发出咆哮声，长长的胳膊开始伸向塔马斯。他竭尽全力跑到岸边，心中默念，只要渡过了这个湖，他就安全了。于是塔马斯纵身一跃，海人马只抓到了他的帽子，而溅起的水花则落在海人马的脚上。他发出了雷鸣般的喷嚏声，躲闪到了一边。塔马斯自己也不敢相信，竟然可以侥幸逃脱怪物的魔爪。后来只听海人马一阵怒吼，塔马斯也就失去了知觉。从那以后，塔马斯根本就不敢再提及海人马了，害怕他又找上门来。后来沃尔特再三请求，他才很不情愿地描述了那晚发生的事情。后来也就成为了目击海人马的第一手资料。岛民们更加害怕这个生物了，如果提到他的名字，必须立即祈祷，否则会引起他的注意。在没有雨水的日子里面，岛民们都要一边祈祷一边经过海滩，因为只要有雨水的时候，海人马才不会上岸。然而从地理环境来看，奥克尼周围的海洋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由此产生的各种自然现象成为了许多古老神话的基础。邪恶的怪物就有助于为岛上不合常理的事情提供解释，流行病肆虐、干旱、农作物欠收、畜生瘟疫等等，海人马都是罪魁祸首。也许有小伙伴们会想，这些通通可以用地理知识来解释，但是早在16世纪，海人马的故事就出现在当地神话传说中了。在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摸清大自然的脾气，不然一个被困在海洋里面的生物，怎么还能对天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在当时，也只能用一个强大而危险的生物来解释这一切，再加上令人作呕的外表，也足够能够成为苏格兰群岛内外最邪恶的生物。其实，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在过去，许多神话故事的出现都是出于对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最后经过上百年的沉淀，口口相传，成为了令人着迷的民间传说。如今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已经一步步的尝试征服并加以利用大自然，但是还像以前一样敬畏自然吗？很遗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与热爱。而且越是科技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力可就越来越强。所以在我们飞速发展的同时，切记要注意懂得心有所指，敬畏自然，也是尊重生命。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个北欧神话海人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么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恐怕有毒这句话早就成为了许多人的口头禅了。大家平时跟朋友互相调侃或者吐槽，都可以来这么一句：你有毒吧？如果还有小伙伴没有听说过的话，那可真的是2级冲浪选手了。不过吐槽归吐槽，今天咱们要讲的内容，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一个女人，而且是真的有毒。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以为只是个都市传说，和无表情的女人差不多的那种。但是这个有毒女士可没有这么简单。当众人给她进行治疗的时候，都神不知鬼不觉地瘫倒在了地上，有的人事后甚至只能拄着拐杖走路，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么这个有毒女士毒死人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当天救治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案发地去看一看。事情发生在1994年的2月19日晚上，31岁的格洛丽亚·拉米雷斯被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的河滨总医院急诊室。她是一位宫颈癌晚期患者。刚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格洛丽亚严重心律不齐，呼吸困难。
几乎没有任何意识，情况很紧急。医护人员按照惯例进行了紧急救治，先是给他注射了速效镇静剂，试图让他的心跳平静下来，但都无济于事。随后他们又试图用电流去掀颤他的心脏。此时有几名医护人员觉得格罗利亚的身体很不对劲，皮肤上似乎覆盖了一层油光，像是油性薄膜。还有人注意到他的身体正散发出一种水果味，又有点像大蒜的味道。起初还以为是他的嘴巴里散发出来的，于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当回事。紧接着一名叫做苏珊·凯恩的护士开始给格罗利亚抽血，但奇怪的是采血管有一种类似于氨气的味道。苏珊把注射器交给了2位治疗医师查看，他们都近距离的闻了一下，也闻到了氨气的味道。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该患者的血液有明显的异常，血液当中漂浮着浅黄色的颗粒。接下来就大事不妙了。最先闻到氨气味道的护士苏珊发现自己头昏眼花，很快就昏倒在了地上。她被紧急运出急诊室。过了一会儿，另外2位治疗医师也都觉得恶心头晕，接二连三的跌落在了地上。接触过患者的护士纷纷感觉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控制，进而晕倒。当晚的情况可以说是乱成了一锅粥，一共有23名病患，其中5人的症状比较严重，必须住院。其中一位名叫朱莉·高琴斯基的人状况最为严重。他当时全身抽搐，呼吸断断续续。朱莉为此还患上了肝炎、胰腺炎和膝盖骨缺血性患死，后来又因为骨组织坏死，朱莉住了好几个月的拐杖。而当晚，格罗利亚被送到医院45分钟之后，就被宣布了死于癌症引发的肾衰竭。大家都不敢相信，他难道是什么恐怖的病毒体吗？为何在45分钟的时间就造成了如此可怕的事情呢？此事一出，无疑成为了近代医学史上的谜团之一。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毒物质的源头看似来自格罗利亚，但尸检报告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为此，卫生部门还联合专家小组仔细搜查其原因。专家采访了当晚在急诊室工作的34名医护人员，凡是出现症状的人，情况都大致相同，尤其是患者附近2英尺的范围之内，并处理过他的静脉注射器的人，照理属于高风险人群，但症状并没有更加严重。而且受影响的这群人中，大部分还是女性，血液测试也都正常。因此，卫生部门宣布，这些医护人员可能患有严重的集体歇斯底里症。通常来说，这种情况的爆发都出现在一个隔离的群体当中，他们存在极大的焦虑，通过视觉、声音或口头交流传播了恐慌，不知不觉当中，身体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癔症典型的症状有恶心、肌无力、惊厥以及头痛等。因此，专家判断这是由氨气引起的恐慌，最终造成了医护人员的集体歇斯底里症。但是，这种说法激怒了当晚值班的所有医护人员，他们觉得这个理论简直是对他们专业精神的一种侮辱，他们为此身体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竟然还被归为精神疾病。最终，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联邦研究机构被要求查看格罗利亚的尸检和毒理学报告。然而，法医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许多特殊的药物残留，比如利多卡因、泰诺、可待因等等，但没有任何一种化学物质足以导致急诊室医护人员所经历的症状。这些通常都是癌症患者用来选择止痛的药物。格罗利亚患病之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使用这些药物并不反常。那医护人员闻到的氨气味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专家在格罗利亚的血液当中发现了一种氨化合物，这种化合物的存在很有可能是由于他身体当中当时正在分解服下的止吐药盐酸三甲苯甲酰胺。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格罗利亚的血液当中还有一种化学物质相当奇特，那就是二甲基酚。这是一种有机硫化物，一般只存在于某种植物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常出现在一些食物和饮料中，有时候也会在我们体内有氨基酸自然产生，但是在格罗利亚的血液和组织当中竟然有大量的二甲基酚。法医分析师认为这些物质肯定是来自于二甲基亚酚，简称 DMSO。 那么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 DMSO。 其实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一名苏俄医生意外发现了 DMSO 的医疗用途，它可以缓解疼痛，甚至可以迅速复原扭伤和烧伤，所以被称为无病不治的奇药。许多运动员都用它来缓解肌肉紧张。直到196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开始进行实验，发现长时间接触 DMSO 会导致眼球受损。此后，除了在某些配方当中，该药物的使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由于它的止痛效果相当的优秀，所以许多家庭仍然在偷偷用着。这么推断的话，格罗利亚很有可能就抹涂了 DMSO 这种止痛药，被皮肤吸收后进入了血液。当他被送到急诊室后，医护人员立刻给他吸氧， DMSO 随后被氧化为二甲基酚。当护士苏珊抽血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血液当中的浅黄色颗粒，正是二甲基酚的结晶体。其实二甲基酚并不是什么有害的物质，但要警惕的是，这种成分再加上氧原子，就会变成剧毒的硫酸二甲酯。硫酸二甲酯是一种无色、略有洋葱气味的油状液体，一旦被吸入体内，会引起抽搐、瘫痪、昏迷，甚至损伤肾脏、肝脏和心脏。严重的时候，硫酸二甲酯也会致人死亡。看到这里，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破案了呢？其实这个说法还是很有争议的，尤其是有机化学家，他们认同二甲基酚转换为硫酸二甲酯的理论的可能性，但仅限
限于理论，并没有观察到真正的转换过程。而且硫酸二甲酯的中毒患者通常几个小时后才会显现出来，症状为眼睛红肿、流泪、怕光、胸闷、咳嗽等。但是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在被接触几分钟之后就出现了晕厥的症状，这可就有点对不上了。许多人仍然认为这起急诊室的神秘中毒事件一定是某种化学物质引起的，因为宫颈癌患者常常是伴随着恶臭的分泌物，会不会是这种味道导致的呢？虽然有这种可能，但一些医护人员并不只有头晕这么简单，还伤及了内脏，这又怎么说得通呢？然而就在急诊室风波几年后，美国《新时报》洛杉矶版提出医护人员在非法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的阴谋论，这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呢？不过这个理论他们说的还是头头是道的，因为洛杉矶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冰毒集散地之一，所以一些人怀疑某些医院的医护人员将毒品装在了静脉注射带中走私。当时恰好格洛丽亚被送到急诊，不小心挂错了注射带，所以医护人员暴露于甲基苯丙胺当中，从而导致了恶心、头痛和昏迷。说实话，这种理论提出来真的不怕被老美笑死。医院难道还会为了所谓的毒品经济偷偷制毒进行走私吗？这也许只有犯罪电影才拍得出来。要知道在美国的医院看病可是老贵了，医护人员工资也都很高，人家哪有闲工夫去搞这些毒品走私呢？那么好了，看到这里，小伙伴们更偏向于哪种理论呢？不过从目前来说，急诊室的神秘中毒事件仍然是个谜团，只是 DMSO 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但并不能解释全部。格罗利亚的去世对于家人来说是相当悲痛的事情，但是死后她被称为了有毒女士，还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也希望这个医学谜题早日被揭开，给格罗利亚一个最公正的交代。所以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小伙伴在跟你吐槽说你有毒的话，你就把这部视频转载给他看，人可能会真的有毒，所以让他小心一点。那么各位奇奇怪怪的知识是否有增加了呢？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小时候看柯南总会被一些恐怖的杀人手法所震惊，而长大后看，我更在意的是一些匪夷所思的杀人动机。也许是小时候看不懂，现在看来有些确实是太扯淡了。就比如有强迫症建筑师由于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要炸大楼的，有高楼挡住画家画富士山而杀了大楼的建造者的，还有不小心被衣架砸到脸上怀恨在心的，等等等等。那还有什么柯南里的杀人动机是你觉得离谱的，可以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不过那些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奇葩的杀人理由，现在看来好像也不算什么，毕竟在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比这更离谱的事情也多了去了。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一个将近60岁的男人被儿子看到自己的女装私密照后恼羞成怒，便起了杀心。而更辣眼睛的是，里面还包括了他偷吃的照片，这未免也太令人尴尬了。如果我是他儿子的话，我只能说我死都不做你儿子。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不至于要了亲生骨肉的命吧。所以这件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究竟是如何，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2012年11月18日，59岁的马克·雷文德来到了科罗拉多州杜兰戈机场，他接到了自己13岁的儿子迪伦，准备共度感恩节假期。然而在机场，这对父子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甚至有些生疏。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平日里面迪伦都是跟着母亲居住的，而且这次他好像很抗拒与父亲团聚。可是根据离婚协议，马克有权看望儿子。由于担心被前夫指控，迪伦的母亲虽然已经注意到儿子很不乐意了，但也只是猜测他是在闹别扭，就还像往常一样给他买了机票。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就传来迪伦失踪的消息。对此，马克似乎完全被蒙在鼓里。他说在接到儿子当晚，迪伦就表示自己想去朋友家过夜，但被他拒绝了，所以他们整晚上都是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19号早上，马克自己出门办事，可下班回家后却发现儿子迪伦不见了。他怀疑儿子趁白天家里没人偷跑了出去。据调查，迪伦最后一次出现是18号晚上的9点37分，他与朋友发短信，表示自己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就会去对方家里面。可到了第二天，朋友在家迟迟没有等到迪伦，于是在6点46分的时候主动联系了他，但一直杳无音讯。从这以后，迪伦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而母亲更是绝望。他有些想不通，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孩子，迪伦是绝对不会一声不吭就离开的。而事实证明，母亲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而父亲马克也远远没有表现得那么的无辜，因为有一颗邪恶的种子似乎在1年前就开始生根发芽了。那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年前，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一次，迪伦和哥哥科里来到了父亲家暂住几天，出于好奇，他们躲在卫生间里面偷偷翻看父亲的笔记本电脑。没想到的是，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在父亲的电脑里面有一组照片，尺度相当的惊人，甚至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两兄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戴着假发，穿着亮眼的女士内衣，含情脉脉地看着镜头。而接下来的照片直接把两兄弟看吐了，因为父亲竟然用嘴巴叼着一个满是的尿不湿，嘴巴一圈都是黄黄的，甚至还有张吐舌头的特写。从那之后，迪伦和科里对父亲便大为改观，他们都不喜欢和父亲待在一起了，能找借口不去父亲家就不去，父子关系尤为紧张。但这一次，迪伦还是硬着头皮踏上了前往父亲家的旅途。据说在出发前，迪伦很气愤，他让哥哥把当时偷拍的照片发给自己，到时候要去跟父亲当面对质。而至于父子俩正面交锋的细节，恐怕也只有他们两个知道了。那我们回到迪伦消失后的1年，一直以来，迪伦都被列为失踪人员。警方在马克家周围的森林和山区里面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救，但由于他们家是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杜兰戈上，周围分布了陡峭的峡谷和山脉，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不仅如此，搜救人员还发现马克家很奇怪，家里总是黑漆漆的一片，他不像周围的邻居，晚上总会留一盏灯，防止有人在森林里面走失。哪怕是自己儿子失踪了，他似乎也不愿意亮起灯火，为搜查指明道路。在此期间，无论前妻如何表示怀疑或试探，马克都死不承认。他声称迪伦肯定就是偷跑到树林后面，然后遭遇了黑熊或者美洲豹的袭击。由于警方毫无进展，不少人都开始听信了马克的话。但是马克的另外一位前妻似乎知道了点什么。据这位前妻回忆，以前自己与马克就有过离婚纠纷，为此他还遭到过马克的威胁：如果你抢走孩子的抚养权，那么我会在你得到他们之前就杀掉他们。这是马克亲口说过的话，而他说话的时候神情严肃，当时自己都被吓坏了。然而就在迪伦失踪7个多月后，也就是2013年6月27日，事情有了转机。警方在距离马克家1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几块来自迪伦的尸骨，这一消息让所有人都为之诧异。要知道这个地方较为偏僻，几乎是没有人会走到那儿的，更何况迪伦只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也不常住附近，实在是可疑。不过有目击者声称，早在4月份的时候，自己就在该地区看到过马克，当时他独自开着车，不知道只是路过还是特意过来一趟。后来马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马克拥有一辆 ATV 全地形越野车，他本人又对山间小路也特别的熟悉，如果是他抛尸到此地，完全也是有可能的。很快，警方对该区域加大了搜索力度，果然他们又发现了一双鞋、一只袜子、一件衬衫以及一副耳机。经过家属指认，都是来自于迪伦本人的。这里还有个细节，那就是在这些重大发现之后，马克还像是无辜者一样与别人讨论这起案件的关键。他说就是要找到其他的身体部位，尤其是头骨。而最重要的是，马克始终拒绝使用测谎仪证明自己的清白。2013年8月，虽然在这之前的调查过程中，马克家中没有什么血迹，但这一次警方准备进行第2次检查，他们特地使用了鲁米诺试剂，有了它，任何血迹都能够无处遁形。果然，警方在马克家中的客厅发现了几处发光点，证明有过血迹。除此之外，警犬也在洗衣房、客厅、厨房和汽车上面闻到了尸体的气味，包括迪伦失踪当晚马克身上穿的衣服也检测出了人类遗骸的气味。虽然马克就差脸上写着嫌疑人3个字了，但最关键的头骨证据始终还没有现身之前，马克依然在大放厥词，还试图把责任甩锅给前妻没有照顾好孩子的心理健康。2年后，时间来到了2015年11月，几名徒步爱好者意外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而马克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测，头骨正属于迪伦。虽然马克坚信从头到尾都是动物袭击了迪伦，但根据野生动物部门的研究，迪伦遗骸出现的位置非常蹊跷。该地区的野生动物是不会把人类尸体带到山上这么远的地方，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的活动范围，更不可能会单独把头骨又运到2.5公里之外。唯一有可能的就只有是人类刻意为之，而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马克了。经过法医鉴定，迪伦的头骨遭到钝器外伤，左眼的位置又有了明显的骨折痕迹，这说明迪伦在临近死亡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很显然，这不是动物造成的。2017年7月17日，马克因2级谋杀罪和虐待儿童罪被捕。原来在接到儿子当天，迪伦当着马克的面直接曝光自己知道那些大尺度照片的存在，马克当场暴跳如雷。同时他又担心这些丑事会被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于是恼羞成怒，干脆直接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根据马克交代，其实在迪伦来之前，他已经隐约猜到了孩子们看过那些照片，因为有一次在与大儿子科里发生争执后，他竟然说道：“嘿美女，
你就像你吃的那些东西一样，照照镜子吧。虽然科里没有明说暗示的是什么，但马克意识到自己的秘密可能已经被曝光了。后来由于新冠疫情爆发，这起案件直到2021年10月8日才迎来最后的审判。负责量刑的法官总结了马克的所作所为。作为父亲，你有义务保护好儿子，让他免受伤害，但相反，凶手是父亲本人。最终，马克被判处了48年的监禁。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面，对于迪伦家人来说，每分每秒都是煎熬。他们明明知道凶手是谁，却没有办法将他绳之以法。而作为亲生父亲的马克，在犯下滔天大错后，竟然还在极力撇清自己的杀人嫌疑，真是讽刺到了极点。虽然我平时也做一些比较猎奇重口味的视频，但是做了这么多期，还是不如马克的这组照片。特别是想到他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事实，我只能说，这位禽兽不如的父亲，就像他照片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样，因果答辩。人的怪癖可以接地气，但不能接地府。虽说虎毒不食子，但凡事总有例外。当一个人恼羞成怒的时候，就有可能变得思维混乱、神志不清。特别是像这类极度变态的人，更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深处的小秘密，如果哪一天被人曝光了，你会怎么做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当然，像这类丧心病狂的事情可千万不能做。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遵纪守法。那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